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马上就要开锣了。搁在往年，这个时候新加坡的会场早就该长枪短炮，热闹非凡了。但是今年这个气氛啊，诡异，太诡异了。简而言之，就是还没开张呢，那帮西方媒体和政客就已经开始集体破防了，在网上是哭天喊地，疯狂掀桌子了。为啥呢？原因搞笑的要死哦，因为中国这一次根本没按他们写好的剧本走，中国直接不按套路出牌，把这帮老外精心搭建的舞台给一脚踹成草台班子。影片开始之前，想给打算出行的朋友安利一个神器。那以前出国最烦的就是换实体的 SIM 卡，卡片又小又容易丢。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别省心的 app， 叫 Sally， 它是个全球通用的 eSIM 服务，你根本就不用拔卡，直接在 app 里选好目的地，点几下流量就有了。而且它提供的网络非常安全，即便在机场连公用 WiFi 也不用担心信息泄露风险。它最牛的是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地区。那像我之前出去玩，下飞机不用到处找 WiFi， 直接就能打车看地图，完全没有断网的尴尬。对于怕麻烦人来说，Sally简直就是出游标配啊！省下的时间多去吃顿好吃的更香。现在大家可以领取 Sally 上网方案的独家85折优惠。大家可以直接下载 Sally 应用程序，或者前往 sally.com/XLAN， 并在结账时使用优惠码 XLAN。 我也把专属链接和优惠码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第一行和置顶评论区了，大家可以先存一下，下次出差旅游肯定能救急。好了，咱们继续说正题。大家可能不知道，互联网上早就开始疯传了呀，说这次相会的主办方那个英国 IISS 的智库，早早的就在那儿摇旗呐喊，四处放风。他们一肚子坏水的宣称今年我们要给中国安排一个专场。哎呦喂，这话听着是不是特别耳熟？像不像你在上学的时候，班主任一脸严肃的跟你说，来，今天放学你别走，老师在办公室里给你准备了一个专场，你好好给我解释解释，昨天隔壁班的玻璃是不是你砸的？说白了，这西方这帮人就是憋着坏，提前把戏台搭得高高的，麦克风试得好好的，小马扎都给他们各路的小弟发下去了。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把座位给你们留好了，你们中国这一次必须派个防长级别的高官上去，老老实实的接受我们的集体质询，给我们好好解释解释你们的国防政策，顺便让我们敲打敲打。结果呢，就在昨天官方正式公布的参会名单一拍板，全世界的西方媒体集体傻眼了，那场面简直比吃了苍蝇还难受。中国直接掀桌子不来了吗？不，咱派人去了派的是一位国防大学的教授孟祥青，防长没来，副总参谋长也没有，就派了一位穿着军装带着学术身份的国家安全领域专家，一个现役的专业技术少将。这一下某些西方国家精心准备了小半年的围攻中国大剧本，在开场哨吹响前的1秒钟，主角直接没了。于是西方媒体那叫一个气急败坏连最基本的客观中立遮羞布都不要了，纷纷调转枪口开始劈头盖脸的指责中国。拿小作文写道，酸气冲天，中国怎么能这样子呢？你怎么能浪费香格里拉会议这么好的沟通机会你太不懂事了。还有的直接扣帽子，说中国错失了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和安抚地区情绪的机会。听听这叫什么话安抚地区情绪，我真的是忍不住想拍桌子了。你当中国是开托儿所的呢天天看着你们在南海台海搞事情，回头还得给你喂口奶，拍拍背说乖，不怕不怕，真是人长得丑，想的倒挺美的。那看到这儿，很多不怎么关注军事的朋友可能会纳闷了不就是换了个代表开会吗？那帮西方政客媒体至于这么歇斯底里当场破防吗？兄弟们，这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了。要搞懂他们为什么破防，咱们就得先把这层窗户纸给它扯烂了，看看这个所谓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底子里到底是个什么货色。这个相会虽然名字听起来像是在新加坡的一个豪华酒店里大家坐着喝个下午茶，聊聊和平发展的点子，但是实际上呢，它本质上就是美国主导亚太安全议题的一个超级舆论场。它是由一家英国智库主办的这里面的经费啦、话语权啦、议程设置啦，那全都是西方精英们一手包办的呀。
过去这些年，你们去翻翻那个历史记录啊，每年一到开会的时候啊，美国啊、日本、澳大利亚，还有最近几年跳的比谁都高的菲律宾，这几个显眼包啊，就会像堆好了对讲机一样啊，在台上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中火力，疯狂炒作台海局势、南海问题。说的难听点啊，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啊，这些年越做呢，越像是一个针对中国的线下公审大会和对华压力测试场。那既然这个局是个鸿门宴，咱们过去为什么还要每年乐此不疲的派大官员去参加呢？原因吧，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前几年那个场子里的声音是一边倒的。如果西方在台上抹黑你，而你连去都不去那第二天西方那些掌控了全球舆论霸权的媒体就能把中国拒绝沟通、中国心虚默认这几个大字直接写成头条标题，在全球铺天盖地的宣传。所以过去那些年咱们中国防长通常是亲自披挂上阵，直接在台上跟他们硬碰硬。你敢指责我，我就敢在发言的时候当着全亚洲的面怼回去。你说我搞军事扩张，我就把账本拉出来看看，是谁在全世界建了几百个军事基地。结果呢，西方发现硬碰硬没占到便宜，今年呢就琢磨着玩个阴的，他们提前把这剧本给改了，想给中国设置一个关门打狗式的质询专场，多找几个人轮番上去轰炸咱们的防长，想在镜头面前捕捉到中国军方高层哪怕一丝一毫的疲惫或者愤怒，然后拿回去做政治文章。结果呢，他们的算盘珠子都快打到我脸上了，咱们能不知道？中国这次的应对策略4个字形容：妙到毫巅。我们没有像2022年那样直接因为赌气不派官方团，因为彻底不去容易给他们留下口实。我们派了，但是我们把代表团的级别给他做了一个精确的降级。我们派去了孟祥青教授，这副牌直接把西方的高级剧本打成了死局。孟祥青教授是谁呢？他可不是随便从哪个大学里拉出来一个普通教授匠人家是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的教授，妥妥的少将军衔。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央视的特约评论员。这就意味着孟教授是一位常年活跃在舆论一线、穿着军装的骨灰级战略沟通大师。他的嘴皮子那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利索。西方那套所谓的自由、人权、规则、地缘政治的话术逻辑，孟教授闭着眼睛都能给你倒背如流，并且能在3秒钟之内找出里面的10个漏洞。你西方媒体不是准备了一肚子刁难的问题，甚至连那种带有陷阱的长枪短炮式的提问都演练了无数遍嘛。好现在坐在台上的是咱们中国辩论界、学术界的天花板。你有任何专业性的国际战略问题，你有任何历史长河里的法理争端，你尽管问。孟教授能坐在那儿一边喝着茶，一边用英语和中文换着花样陪你聊上个3天3夜。你想见招拆招，人家孟教授专门就是干这个的，保准能把你们那帮记者驳得连亲妈都不认识。但是最让西方难受、最让他们想吐血的还不是孟教授有多能说，最觉得是孟教授的身份。孟教授呢是一位学者，一位专家，他不是在一线指挥的带兵将领也不是具有国防部或者总参谋部的直接指挥权和政策制定权，这就带了一个神级效果：战略防火墙。当台下美国或者日本的军方代表憋着坏站起来气势汹汹地问：请问孟将军，如果美军在南海越过某某红线，中国海军的具体反击预案是什么？你们的导弹具体瞄准哪几个坐标？孟教授微微一笑，推推眼镜，用极其优雅的学术语气回答你：这位同行，你问得好。但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来看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关于你提到的微观战术问题这属于一线操作层面的不确定性变量。我个人作为一个学者，认为我们应该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出发，来探讨地区安全架构的合理性。对此我写了几篇论文，等会儿散会了，我可以把 PDF 码发到你的邮箱，你可以好好拜读一下。你气不气？我就说你气不气吧。你想跟中国进行防长级别的危机沟通？对不起，级别不够，谈不了。你想让中国防长做出什么政治承诺或者透露什么强硬的底牌？对不起，我只是个教书的，我包里面只有讲义和钢笔，你要的密码我真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中国没有退出，只是降低了投入级别，却能让西方比死还难受的原因。
因为在国际外交和政治博弈里啊，缺席和降级完全是两个概念。那如果中国彻底缺席，西方在台上就可以像疯狗一样继续炒作，中国拒绝和平，中国心虚。但现在中国降级出席，派了专家坐在那儿，这就等于用实际行动明明白白的告诉全世界，我就知道你们这个所谓的安全对话会还在开，但我已经不准备再像以前那样子了，把你们当成正儿八经的对手，陪你们把这场漏洞百出的戏给演完了。反正你们以前每年也就是坐在那儿过个嘴瘾，口嗨。那干脆今年呢，我就派个最会讲评书的专家过去，陪你们一起口嗨算球了。各位，咱把话聊到这个份上啊，大家应该能看清这背后的那层本质了吧？西方媒体在那嗷嗷叫，说中国错失了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度傲慢的殖民者残余心态。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依然就觉得我是国际规则制定者，我搭个台子叫你来，你就得屁颠屁颠过来受审。那我不高兴了，你得想办法安抚我，我怀疑你了，你得自证清白。这都2026年了呀，大哥们儿，中国不按你们的剧本演，是因为中国现在有这个底气和实力。那以前呢，咱们实力不够，我们在国际舆论场上是个弱者，所以呢，我们要抓住每一个能说话的舞台，哪怕这个舞台呢充满了偏见，我们也得去自证清白，去据理力争。但是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呀，我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动权是靠一艘艘军舰、一架架战机硬生生打出来的，而不是在你们英国智库办的下午茶论坛里靠嘴皮子求出来的呀。你美国想跟我们聊安全，可以，既然你觉得现在局势危险，那你把你在中国家门口部署那些军事基地给拆了呀，你把你在南海挑衅的军舰给撤回去啊，你把你对台军售的单子给烧了呀。你一边手里面拿着家伙，一边在新加坡的包房说，来，中国防长，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怎么防止擦枪走火。你跟我解释解释，你为什么要瞪我？咱们这次派孟教授过去其实就是用最文雅的方式给西方极其响亮的一记大耳光。潜台词就是，你们如果真心想聊亚太和平，想聊平等互信，那就请拿出诚意来，大家坐在真正的谈判桌前谈。如果你们只是想把湘会当成一个恶心中国作秀给国内选民看的政治大舞台，那不好意思，也不伺候了。我们派个学术评论员过去陪你们玩玩，已经是给你们留了最后的一丝面子了。不得不说这招是真的解气，他不仅把西方精心准备的对华舆论攻势化解于无形，还像一面照妖镜一样，把西方那副急躁破防掩耳盗铃的丑陋嘴脸彻底暴露在了全亚洲和全世界的面前。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